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嗨，大家好，我是布莱达。上一次佘先生跟阿志已经完成了2台嘛，然后这次我们也完成2台，就把 FRS 这个系列的有出的电网都做完。对，我想请布莱达师傅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电网这部作品。因为我其实只有看到 YT 的一些片段，不是很完整，我想要了解更多一点，然后也分享给大家。电网啊，它这部作品，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这个主角的这个电网。他们算是一个有点类似时间警察的身份，因为他们的敌人就是我们叫这个异魔神。那坏的异魔神，他们会跟你这个人类签订一个契约，你的这个契约之后，你会跟他许一个愿望，他帮你完成这个愿望之后，他会回到跟你这个愿望最接近的一个时间过去，然后作乱。那他们想要就是通过这种作乱的手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历史线，因为他们就是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平行时空，那可能会有某一些关键的节点会造成几个历史重大的这个不同的走向，那会影响这些走向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男主角的梁太郎啊，还有女主角的哈娜的一些，还有敌人的一些角色，保护这个历史不要被坏人改变的一个战斗。这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假面骑士它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是电车。那当然一开始也有人评说，为什么假面骑士是开火车的？那但是它的车头里面操纵这个电车靠的还是摩托车。当然在摩托车坏掉的时候，它脚踏车也是推得动的。那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电列车，然后穿梭时空，回到过去去追击坏的这个异魔神。所有的异魔神里面也不见得都是坏人，那也有一些异魔神就是像我们主角群的这4位，他们就是跟梁太郎在一起，那一起阻止其他坏的异魔神要去破坏这个时间轴这样子。那这部作品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主演佐藤健。那当初佐藤健演电王的时候，虽然不是他的出道作，但是是他第一次演长篇的电视剧。那因为这4个异魔神，他们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附身到梁太郎身上的时候，他也就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个性。那佐藤健他就有点算是一人分饰4角这样子，把4个不同的这个性格都演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角色。还有他自己本身。对，你要这样加的话，它其实还有第5位异魔，戏份比较少的第5位异魔，白色的，对，所以他这几个不同的角色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做诠释，他的演技就非常受到肯定。对。其实还有一些当时也蛮有名的一些演员，像是车长小姐秋山丽奈，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写真女星。然后列车长每次在那边吃炒饭的那个石丸千二郎先生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演员。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这部作品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这4位异魔神，还有梁太郎，还有我们列车上的伙伴之间的一些互动。它并不是单纯只有战斗很多部分，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情境，让观众很容易融入他这部戏里面。然后当然这4位异魔神，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皮套，他们没有人的出，所以他们的声音基本上也都是有很有名的配音员，像是摩摩塔罗斯就是关俊彦，所以钢弹来说的话就是迪欧。W 的迪欧，然后 Seed 的克鲁泽，都是他的声音。那就是乌拉塔罗斯就是有佐浩二。那 Kintaros 的话，他是一位叫四山昌纪的先生。那因为他的名字他不是写汉字，而且他因为是大叔，配的都是老人或者是中年人的声音，比较没有配一些主角的角色，认知度可能低一些，但是也是10几20年的经历的。刘塔罗斯的话就是林村健一，所以钢弹角色的话就是费永真。都是一些很有名的配音员这样子来诠释这些角色。那上次阿 Sir 有介绍他这台跟阿志这台，他们的特色嘛，对不对？对。这4个里面，那又比较主角格的就是红色的摩摩塔罗斯。那基本上他的个性就是很火爆，就是像个痞子，有点痞子那样子。那战斗方式也都是，就是会拿着那个剑这样挥就冲过去。他讲话也是比较粗暴一点这样子，但是个性的话，实际上人还是蛮好的，就是那种看到不良少年在路边喂野猫的那种场景，这样子大概那种感觉。摩摩塔罗斯的话，他是以桃太郎的故事里面的鬼的形象来具现化。那金太郎的话是金太郎的故事里面的那只熊的形象来做力气很大，对，所以他的力气很大，然后常常会打瞌睡这样子，然后讲话也是关系腔，那人很热心这样子。这4个平均演起来，他年纪也就是比
比较给人的感觉精神年龄层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子。这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我在做的时候也有看，我很想要看完整的电网，但是我现在在台湾的频道找不太到。但是木棉花那边是有几部剧场版。对，讲到剧场版的话，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剧场版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它电视剧拍完之后，就接连的拍了几部剧场版。在那之前的话，大部分一部作品大概只会有一部。然后还有因为它就是列车可以穿越时空的这个设定，然后再加上之后 Decade 可以穿越平行时空的设定，所以到后面很多他们要把很多部不同的骑士串起来一起做电影版的时候，他们这个可以穿越时间的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设定，所以他们也常常会出现在其他部的剧场版里面。这部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女主角演到一半换人，那据说是因为身体有出问题，所以变成就换成一个小孩来演。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梁太郎也变成小孩，很多说法就是说什么大咖不愿意回来演啊这些什么，但是后来他有证实，就只是单纯的行程排不上，所以后面几部的电王的时候，梁太郎他们也是换了一个小孩子来演。当然他在剧情上他有解释，就是因为时空交错的一些关系，导致他这时候变成小孩的样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其实还蛮壮观的，对，这样摆起来，我觉得差点做死我了。那我们剧情差不多听到这边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络上看看，还有没有看到相关的作品。我自己也看了蛮多剧场版，就一直没看到佐藤健。佐藤健他有在一个剧场版《平成世代 Forever》有回来一下，对他有算是客串演出，有回来一小段时间，但是他没有变身，那他是用这个乌拉塔罗斯附身的这个形态出来了，说了一些话，但是他没有变身成电王。戴眼镜的那一个，对，就是阿舍戴，还蛮帅的。阿舍戴的时候有一点点像眼镜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回来快速的介绍一下这次制作模型有哪一些困难或者哪一些有趣的地方给大家知道。那其实我有收藏一只这个真骨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部的地方啊，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分膜线没有处理掉哈。然后背后啊，你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点这种分膜线，甚至一些注料口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它的这种脚踝这里啊，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瑕疵。但是整体来说，它的配色颜色是非常好看的，就涂装非常的精致。那我这一次的这个制作重点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处理掉。那这次你可以看到，就是手臂这边啊，这个都要做无缝的1、2、3，而且还要做裁剪。那因为这边我是偷学布莱达师傅的，等一下这边给他介绍。然后这个腿部啊，这个大腿也要做无缝，这个小腿也要做无缝，所以他要做的无缝呢是有点多，包含这个鸡鸡这个位置，还有他的这个手如果抬起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胸腔、腹部全部都要做无缝。最好玩的地方还不是无缝，应该是它的这个武器。那以我这个老花眼的这个程度哈，还有笔涂技术很烂，所以我真的很勉强才把这一把它这个剑涂完。然后我在涂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台好像是一台电车啊，这是一台电车。然后它的车头这里还有蓝蓝红红的，就是剑没有伸出去。对，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斧头，这个剑如果还没吐出来的时候，它前面就可以看到电车的顶。我真的差点被这个搞死，我刚刚过来之前都还在涂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腰带的涂装也需要用一点点心思。最后其实整体的配色我就是用了一个红色是用亮面，然后这种接近黑色或者是黑色的地方我就用这个消光，然后银色呢也做了一点点渐层。那这一次我大概制作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换布莱达师傅介绍一下。刚才小江老师有讲到手的这个部分啊，那其实太阳之前蛇先生以前有介绍过这个跟这个怎么分，手肘关节这一块，那我们其实就是把它里面按照它原本的那个卡榫把它挖穿，然后多了一个铜装，让它的这个银色跟这个手肘黑色部分可以再分开来。但是其实这样子我们改这个关节会稍微影响到
关节的强度，它这个部分会比较松一点，那大家可以斟酌要保留强度还是那个遮盖的这个方便性，可以自己去做取舍。那它一个套件有附非常多的手掌，每一个手掌都有像这样子用笔图来把它做成灰色跟黑色的区隔这样子。电王的这个武器基本上就是腰上那个4节组合起来的。那这把斧头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它原本的这个斧头刃的部分，然后就伸出来变得比较大。握把的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也都是差不多的。斧头这个地方它多出来这里有金色，这边也是用遮盖做一个分色。那其他这些部分，大部分我都是先喷了蓝色这地方，然后做遮盖。白色跟红色这块块的话，也是遮起来，先喷白色，然后里面凹下去红色的地方用笔图这样子来做这个处理。那其他像是身体、腰、大腿这些无缝部分，每个人都一样。腰带其实也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一样，这边我就不再多说。那这个的话，配色我基本上是没有做阴影跟高光的处理，但是黑色的部分的话，我是做成半光泽的质感，然后表现它这个皮套的感觉。盔甲的部分的话，都是有做成介在光泽跟半光泽之间，就是比半光泽再稍微亮一点，但是没有到完全光泽面那么稍微有一点亮的这样子的质感，来表现它盔甲跟皮套这个部分的质感的不一样。这一集没有车长小姐，没办法，下班。那既然我们没有车长小姐，我们就来欣赏一下4只集合在一起的画面，因为这个画面很壮观。所以我现在观众也来爽一下，难得我们把这4个都做出来。终于欣赏完，布莱达师傅觉得这个制作的难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它的这个武器啊，虽然难不是难在颜色很多，是它说明书上给的指示没有很详细，都要另外去找一些玩具或者是腰带或者是剧照的参考资料来看它到底哪一边是蓝色，哪一边是白色，哪一边是红色，这一点比较麻烦。希望它说明书可以做得清楚，更清楚一点。我自己觉得这个 FRS 的整体的难度对我来说已经蛮有挑战性的，要蛮多的无缝，蛮多的遮盖。但是只要你用点心思，还是可以把它完成。那我们4小强做了这个电网，那 Kobe 也是做了那个新假面骑士的这个头盔，因为最近刚好就是新假面骑士的电影上映，所以我们很想做这个企划很久了，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一波做完。如果各位观众还想看我们做 FRS 的哪一个假面骑士的角色，请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会继续发包给大家完成。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其实你看，这次我不是单只手鸡皮疙瘩，这次我是双手鸡皮疙瘩，因为我真的好少看到，哇，我们真的把它做完嘞，吓死我了。好，赶快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哦，拜拜。